天我们来学习这款麻花包的钩织方法。这款包包的话，我们是用3股牛奶棉一起来编织的，用线量大概就是3团，300克左右。钩针用的是5.0米粗细。这一个包包我们可以配合这种圆形的垫片放在里面，然后里面可以放化妆品、手机都是可以的，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。给大家去看一下。好，我这里还加了一根背带，背带是可以当一个单肩包来背，搭配秋冬的衣服是非常好看，比较有感觉。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包包的钩织方法吧。现在我们来学习这个包包的起针钩法。那么我们这个用的是雪芙尔的5股牛奶棉，3团，每团把这个线头给它抽出来，3团线一起钩。我们带线像这样子，小手指压住，挂在食指上，在中指上像这样子去绕圈，留一段线头，然后拇指压住交叉点的这个位置，钩针直接穿入到这个圈内。这样子，然后钩食指上的线给它直接勾过来，勾过来之后我们钩锁针，然后直接立针，立一个锁针，把线圈拿下来捏住，2个，然后是第3个锁针，第3个锁针上面我们给它放一个记号扣标记一下。接下来我们开始钩长针，钩针先绕线插入圈内，插针绕线给它勾过来，然后勾过针上的2个线圈，再勾过针上的2个线圈，这是长针的钩织方法。我们用同样的方法需要钩11个长针出来，算上3针起立针，也就是我们起针总共起了12针。先绕线插入圈内，线头我们在钩的时候一直给它放在钩针的上方，一边钩一边隐藏。好，大家按照这样子的方法去钩长针，先把这11个长针给它钩完，自己完成。钩的时候拇指、中指要捏住左端的这根线。给它捏住，然后这样子比较好带线，然后这样子压住，然后再勾过针上的2个线圈。钩的时候钩针绕线，钩子要朝下去带线这样比较轻松的能带过所有的线圈。这样子去带，先绕线插针，绕线给它往上勾过来，稍微往上拉长一点，拉太紧的话不是很好带，稍微长一点，这样勾出来的织物稍微宽松一点，比较好带线。勾过来，然后钩针绕线，再勾过针上的这2个线圈，这是长针的钩织方法。大家自己把这11个长针给它钩完，自己完成。我这里已经钩完了11个长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算上起立针的这3个锁针，看成是一个长针的话，我们起针总共是起了12针，然后把这3个线一起给它收紧，一起拽紧一点。好，这样子。接下来我们收尾连接，钩针插到记号扣标记的这个针目里面，就是第3个锁针这个针目里面，然后把记号扣拿下来，然后这样子去插针。插针的时候要穿过2根线，就这里1根和这边1根，2根线这样子去插针，把这3个线头给它绕在钩针上，然后我们钩针直接绕线给它勾过来。针上是2个线圈的时候，用前面这个线圈勾过后面这个线圈，勾引拔针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这个起针第1圈我们就勾完了，勾完之后总共是12针。接下来我们直接钩针绕线，钩锁针也是钩3个，1针、2针，然后3针，第3针上给它放上记号扣去标记。然后接下来我们钩针先绕线，钩一个长针的正拉针，就是在钩引拔针对应的这个针目里面，就是我们第1圈起3针锁针的这个上面，然后这样子绕好线之后，从这个正面这个位置去插针，然后从这个位置插针出来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线要绕在钩针的上方，然后钩针上绕线给它勾过来，这样往上挑线圈，这叫正拉长针的正拉针。然后钩针绕线给它勾过针上的2个线圈，然后再绕线，在下一个针目里面插针，就是下一针这个位置，这一针上插针，就是这个位置，这针上，因为它本来是这么大，然后给勾了一半，占了一部分，所以就变得小一点。但是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去插针，在插针之前一定要先绕线，然后再去插针，绕线给它勾过来，勾过来往上稍微带长一点线圈，勾长针，绕线勾过针上2个线圈，再绕线勾过针上这2个线圈，这是长针的钩法。好，勾完之后呢，我们钩针绕线，然后在这个勾完长针的这一针上对应的这一针，就这个位置，就这里有立柱每个立柱上都要勾一个长针的正拉针，从这个位置插针，这样子挑，然后钩针上绕线给它勾过来，然后钩针上线给它直接勾过来。好，这样子，那钩针上绕线，下一个针目里面我们插针，还有这一针也变得比较小一点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变得比较小一点，在这个位置插针，插2根线，直接这样子插针，像这样子，然后把这个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，也是一样的，先绕线再插针，不要忘记钩的是长针，就是一个长针的正拉针，一个
长针这样子交替去钩织。这个线头我就不接着继续藏了，待会儿我用缝合针给它带到这个钩好的织物里面去隐藏就行。然后钩针再绕线，然后这个长针对应的这个针目里面钩一个长针的正拉针，这样子把这根立柱给它挑起来，钩针上绕线，给它直接带过来，然后勾过针上的2个线圈，再勾过针上的2个线圈，这是长针的正拉针。其实它就是跟钩长针是一样的，只是插针位置不一样。然后钩针绕线，勾一个长针，在这个位置把这一针上勾一个长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在它下面这个立柱上给它扒开，如果看不见的话，看不清楚可以给它扒开，这样子。好，给它勾过来。那么也就是我们每一针上去勾一个长针，这里，然后在这个立柱上，每一个立柱上去勾一个长针的正拉针，这样子交替去钩织。勾完这个长针的正拉针，我们绕线，然后下一个针目里面插针勾一个长针，然后再绕线，在勾完长针的对应的这个针目上，然后这个立柱上面去勾一个长针的正拉针。拉长的这个长度不要太长，你可以这样子贴近于这个边缘这个位置的高度就行，就比较合适。这样钩针贴近于边缘的位置，然后钩针绕线，勾过针上的2个线圈，再绕线，勾过针上的2个线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插针，勾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勾完长针之后，对应的这个立柱上去勾一个长针的正拉针。长针勾完，对应的这个立柱上，我们绕线去勾一个长针的正拉针，然后又是长针。绕线，对应的立柱上去勾一个长针的正拉针，高度还是贴近于这个边缘就比较合适，这样子。然后钩针绕线，勾过2个线圈，再勾过2个线圈，这样子去交替勾。勾完针数是24针，其实我们就相当于在这一针上勾了2针出来，只不过一针是插在这个位置勾长针，下一针是勾在这个立柱上勾的是正拉针。勾完针数就从12针变成了24针，针数扩大1倍。大家按照这样子的方法把这一圈都给它勾完，自己完成。第2圈勾完之后，我们在记号扣标记的这个位置去插针勾引拔，把记号扣先拿下来，然后这样子去插针。插针都是要穿过这里2根线，不单挑1根，2根线，然后插针绕线直接勾过来，用前面的线圈穿过后面的线圈，手尾连接都是一样的钩织方法，都是这样子去勾引拔针，然后再勾3个锁针，1、2、3，第3个锁针上还是一样的，放上记号扣标记，每圈都一样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直接钩针上绕线，在引拔的这个针目里面插针绕线勾一个长针出来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个长针就勾好了。勾完长针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勾长针的正拉针，就是在上一行长针正拉针这一针上面去勾，钩针上绕线，然后在这个长针正拉针上面插针给它勾一个正拉针出来。好，勾完之后呢，钩针上绕线，接下来在这个位置勾2针长针，就是同一个针目里面，在这个位置插针，这个立柱对应的这一针上去插针勾2个长针出来，就相当于又加针了。勾的时候松紧度要把握好，就是你勾的这个高度就尽量保持一致。钩针上绕线插针，3根线的松紧也要一致，绕线插针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钩针绕线又到了这个正拉针这一针上面，同样的钩正拉针出来。好，就相当于这个正拉针和这个正拉针中间呢，这一针上勾了2针出来，然后这里钩针绕线，在这一针上我们插针勾一个长针的加针。好，然后钩针上绕线，然后在这一针上插针勾正拉针，绕线，在这个位置勾长针的加针，下一针上勾正拉针。越到后面它这个纹路就会越明显，就会更好找位置。然后这样子就是正拉针勾完它是凸起来的，然后正常长针呢它就是这样子的纹路，然后正拉针它是凸起来的。大家按照这样子的方法就把这一圈剩下的部分给它勾完，自己完成。然后这里第3圈我们勾完之后呢，把记号扣拿下来，开始手尾连接，然后在这里插针勾引拔，引拔针勾完，这是第3圈，起针第1圈，然后这是第2圈，这是第3圈，接下来再勾就是第4圈。现在我们勾第4圈，先勾3个锁针出来，然后第3个锁针上给它放上记号扣标记。然后接下来呢，钩针绕线，这个相当于一个长针，那么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长针的话，就是一个长针一个长针加针，所以在下一个针目里面，在这个位置我们应该勾的是长针加针，先绕线，然后在这个位置这样子去插针，然后钩针上绕线给它勾过来，勾长针，然后再绕线插针，长针的加针。好，长针加针勾完，钩针绕线，勾的是在外钩长针上面，我们给它勾一个外钩长针。
然后钩针绕线，然后这里面这2针上我们一个钩长针，一个钩长针的加针，所以这里钩长针，这里钩长针的加针，钩针先绕线，钩一个长针出来，绕线，在下一个针目里面钩一个长针加针。好，然后钩针绕线，钩一个外钩长针，外钩长针这个位置就是上一行外钩长针上面去钩。这个位置就是不会改变，是固定的，就每一行都是钩在同一个位置延伸上去。这样去理解的话，你就相当于，这里2个外钩长针之间是隔一针加一针，本来这个2个长针之间，就外钩长针之间是一个加针，这里是隔一针加一针，下一行的话就是隔2针加一针，再下一行就是隔3针加一针，这样子的规律去加。那么接下来这一行就是比较好理解了，2个外钩长针之间钩隔一针加一针，就是一个长针一个长针加针，钩完之后就钩一个外钩长针。好，然后又绕线，再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长针加针，然后再钩一个外钩长针，这样子循环到结束。大家自己把这一行给它钩完，就是第4行，自己完成。现在我们第4行已经钩到结束的这个位置，把记号扣给它拿下来，然后在记号扣标记的这个位置去插针钩引拔针。这一行引拔完之后呢，我们就结束了。钩完第4行针数就是48针，第3行钩完是36针。那么我们这个针数是怎么来的？就是用你所钩的行数去乘以12。就是你钩了第4行，就用4乘以12，得到48针；钩第3行就用3乘以12，得到36针；钩第5行，我们就用5乘以12，得到60针。钩完尽量去数一下针数，不要多也不要少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钩第5行也是一样的方法，先立3个锁针。好，第3个锁针上给它放上记号扣去标记。然后接下来呢，钩针绕线，钩长针，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去插针，钩长针1针，下一个针目里面绕线，再钩一个长针加针。因为我们立的3个锁针已经把它看成是一个长针的话，那么2个外钩长针的中间是隔2针加一针，这里是隔一针加一针，下一行就隔2针加一针。刚刚我们钩第4行的时候有讲过这个加针规律。好，一个外钩长针，就是这个看成是一个长针的话，1、2两个长针一个加针，然后外钩长针，接下来就按照这样子的规律去钩就可以了，就2个长针一个长针的加针。好，外钩长针钩完，2个长针，然后下一个针目里面钩长针的加针，钩完之后钩针绕线，钩一个外钩长针，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又是重复这里的钩织方法，2长针一个长针加针，一个外钩长针，这样子去循环，把这一圈钩完自己完成。第5行钩到这里我们就结束了，然后把记号扣拿下来，然后所谓连接钩引拔。好，引拔针钩完，我们还是一样的方法，往上钩3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也可以给它看成是一个长针。第3个锁针上给它放上记号扣去标记一下。然后接下来呢，钩针绕线，然后在这一个针目里面去插针，钩一个长针出来。把3个起立针看成是一个长针的话，这里就有2个长针了。钩针绕线再插针，然后这是第3个。然后接下来这个针目里面对应的钩的是加针，就变成了隔3加1。上一行是隔2加1，这一行就是隔3加1。这里上一行也就是第5行是2个长针加一针，6行的时候就1、2、3个长针加一针。把这3个锁针看成是一个长针的话，那接下来钩针绕线，钩一个外钩长针，也就是长针的正拉针。然后钩针绕线插针，再钩3个长针，2、3，然后钩针绕线，在这个位置钩一个加针，然后1、2、3钩一个加针，钩针绕线，然后外钩长针，钩针绕线插针，钩一个、2个。3个，然后绕线，钩一个加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这是一个长针的正拉针。好，这一排都按照这样子的钩织方法去钩，1、2、3个长针，一个长针加针，然后钩正拉针，然后再1、2、3这个上面钩一个加针，再钩正拉针，这样子循环把这一圈结束。钩完针数就变成了72针，大家自己完成。第6行钩完针数是72针，把记号扣拿下来，钩引拔针。在记号扣标记的这个位置插针绕线，钩引拔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这个包底部分就钩完了。钩完去量一下包底的直径，大概在19厘米左右的长度。接下来我们开始钩包身部分。接下来我们钩第7行，也就是包身部分，先钩2个锁针出来，2针锁针钩完，然后接下来钩针绕线，钩长针的反拉针。本来我们正拉针是这样子，在正面来一钩，接下来反拉针的话，我们就是从反面这样子插针，
然后这样子插针下去，然后钩针绕线给它勾过来，然后钩反拉针，勾过针上2个线圈，再勾过针上的2个线圈。然后接下来呢，钩针绕线，我们空掉这一针不勾，从这2针上面开始勾，这3针是一组花，那么这一针先空掉不勾，从后面这2针上面去勾，钩针绕线，先挑这一针，这一针空掉先不勾，挑这一针勾正拉针，然后再绕线，再勾一个正拉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返回到空掉这一针上面去勾正拉针，然后这个长度可以拉长一点，稍微长一点，然后钩针绕线勾过来。好，勾完之后呢，钩针绕线，勾一个反拉针，这个地方还剩下一针，然后从后面插针，然后再插回去，然后这样子，钩针上绕线，把这线给它带过来，然后钩针绕线勾过前2个线圈，再勾过后2个线圈，这样子一组花型我们就勾好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这个正拉针这个位置还是不变的，这个纹路是很明显的，每次都要勾正拉针，钩针绕线，还在这上面勾正拉针。好，勾完之后呢，正拉针的2边我们勾的是反拉针，所以钩针绕线，我们从后面插针，把线给它带过来，然后勾的是反拉针。好，这个正拉针2边是反拉针，接下来我们又到了这3针上面，先跳过这一针不勾，勾这2针正拉针。2针勾完，钩针绕线，往回插针。好，然后钩针绕线，然后这一针上勾反拉针，钩针上绕线，这一针上面我们勾正拉针，然后钩针上绕线，旁边这一针是反拉针。然后接下来又到了这个位置，就是3针一组花，然后这里一针空掉，我们从后面这一针上开始勾2个正拉针，往回勾，然后勾完之后呢，它是这样子，然后钩针绕线，勾反拉针，就遇到这个正拉针这一条线，这个是每一行都是固定不变的，那么它这一条线的2边要勾反拉针。然后钩针绕线，正拉针。大家按照这样子的规律，把这一圈给它勾完。就是你遇到这一个正拉针，它两边这2针勾反拉针，中间要空掉一针，先勾后面这2针正拉针，然后再返回空掉这一针里面勾一个正拉针，然后形成这样子扭花的形状。然后正好又到了这里这个位置，它两边这里都是勾了反拉针，按照这样子的循环把这一圈给它勾完，大家自己完成。第7圈勾完之后，我们看这个位置，就是这里是立了2个锁针，然后勾了一个反拉针，在反拉针这一针上面去插针勾引拔，就这个位置，这是立的第1个锁针，这是第2个，然后这是一个反拉针，在反拉针这上面插针，然后钩针绕线勾引拔针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这一圈我们就勾完了。勾完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8圈，第8圈先立2个锁针，2个锁针勾完也是去勾一个反拉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然后是从这个位置这样子插针，然后这样子这个洞里面插针出来，这样子去插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直接给它带过来。带过来之后呢，钩针绕线勾过前2个线圈，再勾过后2个线圈。我们把记号扣以后就放在这个反拉针上面标记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看这个位置，它是3针组成的，就给它扒开，1针、2针和这一针是3针，每一针上去勾一个正拉针出来，这样子。好，钩针绕线，然后这2针粘在一起，给它扒开，然后给它挑出来。然后钩针绕线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往上挑，这一针上勾一个正拉针。好，这3针对应勾完之后就是这样，这3针正拉针勾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钩针绕线，这一针正拉针两边是反拉针，我们不变，还是给它勾反拉针。我们改变的是，这3针花型，它其实就是2行一组花型。然后钩针绕线，再勾正拉针。正拉针勾完，钩针绕线勾反拉针，反拉针勾完，钩针绕线，这3针上勾正拉针，给它扒开，钩针绕线，先从这一针上给它插针，勾一个正拉针，然后绕线，再从这一针上这样子插针，然后把上面这一针给它单独错开，出针挂线，给它勾一个正拉针，钩针绕线，然后在这一针上直接挑，
钩正拉针。好，又到了这个正拉针两边，那钩的是反拉针，然后这个是正拉针，然后又是反拉针。大家只要记住的就是这根线从钩包身开始，这个正拉针两边必须是钩的反拉针，不要漏掉。而且这个位置是3针，中间是3针，也不能少针。大家自己按照这样子的规律，把这一圈给它钩完，自己完成。第8行这里我已经钩到结束的位置，然后把记号扣拿下来，在记号扣标记的位置钩引拔针，引拔针钩完，钩锁针钩1针、2针。第9行重复第7行的钩法，先立2个锁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钩一个反拉针，然后给它钩过来。钩过来之后呢，钩一个反拉针，钩完要放记号扣标记，然后把记号扣标记上去。这第9行跟第7行钩法是一模一样，然后钩针绕线，空掉这一针不钩，从后面这2针上开始钩拉针。我们钩的是正拉针，然后再返回来钩这一针，空针这一针上钩正拉针。好，钩完之后钩针绕线，钩一个反拉针。这一组我们就钩完了，形成这样一个扭麻花的形状。接下来就按照我们第7行的钩织方法去钩就行了。接下来其实就是2行是一组，那么我们按照前面教的方法去重复钩织，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都是去按照7、8这2行的钩法去钩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7、9、11、13钩法是一样的，8、10、12、14钩法是一样的，就是2行是一组花钩针绕线，它这2行形成了一个扭麻花，然后我们这个位置钩一个反拉针。跟第7行的钩法一模一样。钩包身部分的话，我们立针都是立2个，就是钩2个锁针作为起立针来用，然后钩2个正拉针，然后再往空掉的这一针上面插针，给它钩过来这样子，然后钩针绕线，钩一个反拉针，跟第7行钩法一模一样。等到第10行的时候，跟第8行的钩法又一模一样。大家按照这样子的规律，把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也给它钩完，就是钩的包身部分，大家自己完成。我们看一下包的主体部分14行，我这里已经钩到结束这个位置，把记号扣拿下来，在记号扣标记的这个位置插针首尾连接钩引拔针。好，引拔针钩完这一圈就结束了。那么我们数圈数的话，是从包底开始数，这是起针的第1圈，然后这里是第2圈、第3、第4、第5，然后开始花型的是2行一组花型，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这就是第14行结束这样子。那么如果我们想把包身钩得深一点，或者是线。前提是线要富足一点，然后再去15、16再去钩这样一组花型出来，就再去给它钩一组扭麻花出来。那么我们就是包身会加深一些。如果用雪菲尔五谷牛奶棉的话，3团线最多也就是1、2、3、4钩这样子4个扭麻花。线要多的话，你们可以自己再去多钩一组出来。如果大家拍3团线的话，还是建议你们去钩这样子的4组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开始钩第15行，就15行开始的话，我们要去减针，也是先钩2个锁针作为起立针来用，然后钩针绕线。钩长针的反拉针，然后给它钩过来，然后这样子给它钩过前2个线圈，再钩过后2个线圈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是这里就给它钩完了。钩完之后呢，把它放上记号扣。放上记号扣之后呢，我们开始看一下第15圈，要开始给它收针。这里的3针，我们是先把这2针并成1针，然后再来钩这一针。我们看一下钩法，先钩针上绕线，把这2针直接一起穿针，这样子穿针过来，钩正拉针。其实就是正常的钩正拉针，只是把这2针一起去钩，然后钩针绕线往空掉的这一针里面去插针，钩一个正拉针出来，形成麻花形状。好，钩完之后呢，我们钩针绕线，然后这个反拉针一定不要漏钩，在钩的过程中，如果说把反拉针这里漏钩的话，针数就会越钩越少。好，给它钩过来，然后钩针绕线，又到了正拉针这个位置，我们插针给它往上钩正拉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又钩反拉针。好，这个位置的话，每一组都是一样的，这个位置都不变，就是反拉针、正拉针、反拉针。然后中间这个位置这3针呢，我们的钩织方法跟这边是一样的，钩针绕线，先把后面这2针一起给它钩一个正拉针出来，这样子去插针，然后再绕线返回来这个位置去插针钩一个正拉针，形成一个交叉。然后接下来是这个位置，这个正拉针旁边这2针钩反拉针，然后是对称过来去钩反拉针，其实跟这个下面钩法是一样的，改变的只是这个中间这个位置，正拉针完又是反拉针，插针。好，钩完之后又到了这3针这个位置，把这2针并成1针去钩正拉针，然后这一针再返回来去钩，跟这边的钩法是一样的。大家按照我这里讲的方法去把这一圈都给它钩完，自己完成。
15行钩完就是这样子，我们把这个记号扣给它拿下来，首尾连接结束第15行，在记号扣标记的位置给它钩引拔针。好，这样子的话15行就钩完了，钩完之后就是这样子。接下来我们开始钩第16行，16行也是先立2个锁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钩反拉针，往上拉长，然后钩完的这个反拉针上面放记号扣去标记。16行钩法更简单一点，然后就是到了这个位置，形成这个大的交叉这个位置，我们钩一个正拉针绕线，然后去插针这样子，然后钩针绕线给它钩过来，钩过针上2个线圈，再钩过针上的2个线圈，这是一个正拉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又到了这边，这个正拉针两边钩的是反拉针，这个就是不变的，大家钩的时候一定不要漏钩这个位置，然后就是给它钩反拉针绕线，到了正拉针这根长柱上去钩正拉针。然后绕线，它的旁边这里钩的是反拉针。好，又钩到这个中间花形部分，然后现在就变成了一针的位置，给它钩一个正拉针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又到了这两边，先钩反拉针、正拉针，再反拉针。大家按照这样子的规律，把这一圈给它钩完。16行钩法相对来说更简单一些，中间就直接钩一个正拉针就可以了。就是这个中间钩一个正拉针就可以。好，大家自己把这一圈按照这样子的钩织方法给它钩完，自己完成。16行这里我们已经钩完到结束的位置，把记号扣给它拿下来，然后记号扣标记的这个位置，我们插针给它钩个引拔。引拔针钩完之后呢，这里我们就是16行已经钩完了，钩完这个就是包身部分，钩完之后我们开始去钩包带部分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包带的钩织方法。现在我们在钩的这个第17圈就是包带的这一圈，我们看一下钩织方法。前面还是一样的，先立2个锁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这里针对的是一个反拉针，然后先给它把这个反拉针给它往上钩过来。反拉针钩完还是一样的，把记号扣放上去标记好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这个地方是个正拉针，钩针绕线，给它钩一个正拉针。然后这边钩针绕线到了反拉针的这个位置，给它钩反拉针。然后这样子算上记号扣标记的这一针，我们总共钩了3针了，总共钩了3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然后这是正拉针4针、5针、6针，这样子去钩的话，我们需要钩8针出来，就在这个位置钩8针，然后这样子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钩针绕线，钩个反拉针。这是7针，钩针绕线，钩个正拉针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钩完了8针。8针钩完，我们要去钩22个锁针出来。那么我们这里记号扣标记的这是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、5针、6针、7针、8针，然后8针钩完，钩22个锁针，然后直接钩针绕线钩过来，1针、2针、3针、4针、5针、6针、7针、8针、22，这样我们钩了22个锁针。这样子是22个锁针，那么这个是手提部分，中间要去跳过9针，9针的话是从这个位置开始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然后在这个位置。所以呢，我们先要在钩针上去给它绕线，沿着这个方向顺过来，不要让它这样子拧打拧，然后一定要沿着这个钩织的方向给它顺过来，然后钩针上先绕线，然后用这个中指把绕过的线圈给它压住固定好。给它压住固定住，然后从这边开始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从第10个这个位置插针，中间空掉9针，在第10个这上面去插针钩一个正拉针。好，正拉针钩完，我们中间有15针，就是再去钩15针出来，然后钩针上绕线，先钩这个反拉针。2个包带中间这一段是隔了15针，那么算上这里这一针。总共是15针，就是从这个这边包带已经钩好的这一针开始算的话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钩完，又钩包带的部分是22针锁针，1、2、3，跟这边的钩织方法是一样的，大家自己把它钩出来。包带这里22个锁针我已经钩完了，然后跟这边是一样的，先在钩针上绕线，绕好线之后呢，去空9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然后在这个第10针上面去插针，开始钩正拉针。然后给它钩过来，一定要记住这个包带不要在钩的过程中这样给它拧巴着，然后一定要给它理平，然后这样子。然后我们接下来钩的是7个，然后就是算上这一针的话，总共钩7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就首尾连接。那么我们钩针绕线，然后这一针是第一针的话，然后这个反拉针是第2针，已经钩好的这个位置这一针要算的，就是连接包带的这一针也要算在内，是7针。
然后这是第2针，钩针绕线插针，这是3针，钩针绕线反拉针，4针，正拉针，绕线钩反拉针，绕线钩正拉针。从这个位置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这7针就钩完了，首尾连接，把记号钩给它拿下来，在记号钩标记的这个位置，我们插针钩引拔，这样子。然后插针钩引拔针钩完之后呢，我们钩针绕线钩2个锁针，1、2，然后钩针绕线，开始钩手提这一圈，给它加粗一点，然后这里这个位置还是一样的，要钩反拉针。好，钩完之后把记号钩给它放上去。然后我们这个位置开始钩针绕线，钩一个正拉针，然后正拉针钩完，然后绕线钩反拉针，总共是钩7针出来。这个位置，这是第3针，然后绕线正拉针，第4针，绕线反拉针，这是第5针，绕线正拉针，这是第6针，绕线反拉针，这是第7针。好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这个位置就钩完了。钩完之后呢，我们开始钩包带的这个位置。包带这个位置的话，我们就是这一根线对应上去的这个针目，我们先不钩，就是这里钩拉针正拉针的这对应上来的这一针不钩，我们从这个锁针这个位置开始钩，钩的是中长针，钩针上先绕线，然后去从这个22个锁针的第1针上面去插针。你可以这样子先去给它插针，调着一半，就是这样子调过来之后呢，它其实就是剩下的里山和另一半直接调到钩针上面，然后我们绕线直接给它钩过来。钩过来，针上是3个线圈的话，我们钩针绕线钩过针上这3个线圈，这个是中长针的钩法。包带部分我们钩的都是中长针，先绕线，然后再去插针，绕线钩中长针，然后再绕线插针钩中长针，然后绕线插针钩中长针，绕线插针钩的是中长针。好，大家按照这样子的方法，在每一个锁针里面去插针钩一个中长针出来，总共钩22个中长针。大家自己先把这22个中长针给它钩完，自己完成。这边包带上面22个中长针我已经钩完了，钩完之后呢，我们钩针绕线，看这个位置，这一个正拉针对应的这个针目里面，我们不用插针钩，然后我们从这个反拉针这个针目里面去插针钩一个反拉针出来，然后钩针绕线，在1针对应着1针去钩织。如果是正拉针，那么我们就钩正拉针；是反拉针的地方，我们钩的就是反拉针。然后1针对应着1针去钩织，这样子去数的话，就是1针、2针、3针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我们钩13针出来，然后又到了这一针对应的这个针目里面，不钩另一边包带上的22针中长针出来，跟这边钩法就是一样的。大家自己按照这样子的方法，把剩下另一个包带也给它钩完，自己完成。这边包带按照同样的方法也给它钩完了，钩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是这个正拉针对应的这一针里面，我们不用管，不用钩，然后从这个反拉针这个位置直接插针钩。然后给它钩反拉针，然后又钩正拉针，就按照这个纹路去钩织就行，把最后这几针给它钩完。最后我们这里钩的是1、2、3、4、5、6啊，6针钩完之后，把这个记号钩拿下来，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直接钩引拔针也行。那么如果说我们想断线的话，其实在这个位置可以直接拉长线圈。直接拉长线，然后把它断掉，留一段线去处理一下，然后找个缝合针过来，然后把这个缝合针上给它穿上线，断线之后把缝合针上穿上线，然后空掉记号钩标记的这一针不用管，然后从它后面这一针这样子去插针，然后再这样子去穿针，从中间位置插针过去，这样子，线给它理好，然后把这一针调整的跟旁边2针差不多大小就可以了。这样收碗的口这一针比较平一点，然后我们打个圈，然后像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给它勒紧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个边缘这个位置我们就处理好了。处理好之后呢，给它插针，把线头藏在里面。然后我们起针的线头也是一样的方法，给它藏在里面，就是这个位置给它翻过来，可以按照我们刚藏线头的方法一样的，把这个线头穿在缝合针上面，
其实我们钩完包底的时候，就可以顺便把这个线头藏一下，然后多藏个几针，多余的剪掉。然后这样子的话，整一个包包我们主体部分就钩好了。钩完就是这样子。那包底没有放内衬，大家可以就是有那个圆形的内衬的话，可以把这个圆形的内衬拿过来，然后给它放上去。内衬的大小，我觉得用17.5厘米左右的就可以了。这样勾起来，这个包包去搭配秋冬季节的衣服、毛衣、针织衫、呢外套都会很好看，很有感觉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学习钩这个包包的包带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包上面包带的钩织方法。我们把这个线拿过来，稍微留长一点线头，然后留这么长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把这个线这样子撑开，钩针放在线的后面，像这样子直接绕圈，然后钩针绕线勾一个锁针，拽紧，然后接着再勾2个锁针，钩针绕线勾1个、2个，然后在第1个锁针织里面去插针，这样子调下面，然后这样子直接给它调过来，3根线，然后调过来之后呢，我们直接连里衫一起勾进来，然后给它勾过来。然后钩针绕线勾过针上的2个线圈，这样子的话是一个短针的钩法。然后翻转过来，我们开始勾的是这个位置，刺面这里3根线一起插针，然后钩针绕线给它勾过来，就是直接这样子往上勾，可以勾松一点，然后钩针绕线勾过针上的2个线圈，然后再给它翻转过来，勾的是刺面这个位置。我们勾的时候可以勾松一点，然后等调线的时候是比较好调一些，然后往上带。然后钩针绕线勾过针上的2个线圈，然后往松的话就把这个线圈往上拉长一点就行了。等到刺面的时候比较好插针一点，插针绕线给它勾过来，往上拉长，然后勾过针上的2个线圈，然后往上拉长一点，然后翻转过来，这样子给它往上拉长，钩针绕线勾过针上的2个线圈，然后翻转过来，一直按照这样子的方法去钩织。想要多长勾多长，这个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勾，然后勾到自己喜欢的长度就可以了。大家自己完成。我们看一下，按照前面的方法，我们把包带勾到自己所需要的长度就可以了。一般就是1米到1.2米的长度就可以，根据个人的需要来定。那么勾完之后呢，我们直接把这个线直接往上拉长，就是断线，留一段线，然后把它这个线圈直接拉长拉过来，然后把缝合针拿过来。穿上缝合针，然后再把包圈拿过来，然后穿过这个包圈，这样子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包带这样去缝一下，把这个包圈卡在里面，缝的长度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，就是这样子，有一点活动空间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去插针，然后从后面往前插。再沿着这个边缘的纹路，就是怎么缝出来好看怎么缝就行。然后这样子，然后沿着这个位置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这个包带这一端我们就缝好了。缝好之后，自己可以去，给它形成一个圈，给它把这个线头固定一下，然后穿在这个织物里面，穿的长一点。然后这方里面把多余的线头给它剪掉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个包带我们就缝合好了。按照这样子的方法，我们把另一端也给它缝过来，但是要记住，就是你朝这一个面来折过来的这个包带，在另一端也是要一样的，就是不要打拧。就这样子拉长之后呢，它都是朝着一个方向来，然后背面都是这样子，就沿着这个方向给它缝包带。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一端的包带也给它缝出来，大家自己完成，就是用留下的这个线头来缝，自己完成。用同样的方法，留同样的距离，把这个包扣给它绑到包带上，就是缝合到包带上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包带这样子去拿，然后是这样子去缝在这个包包上，所以说是这样子去拿，找到这个正刺面，可以往下一点去卡，因为往下一点去卡的话，可能会更结实一点。找到这里，然后是正中间的位置，然后就是这2行的位置，可以卡这里，就是这里去对比一下，然后2行就在正中间，就这里。然后去卡到中间，可以往下一点去卡，这样包带拎起来会更结实一点。然后用同样的方法这样子顺过来，然后不要让它中间拧巴着，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个包扣
然后也是找到正中间的位置。你可以这样子，你对比一下，然后找到正中间，往下一点，然后这样子去拎的话，这个包带就正好放上去。这个是我们的包带。